男人名叫立福，在外打拼多年，依旧一事无成，最后只能蓬头垢面回到老家。妻子柳月在老家混得风生水起，把砖厂经营得有声有色，也解决了村里留守妇女的工作。不仅如此，柳月还成了村里的红人，村民们在她的帮衬下，生活越来越好。立福的前女友玉秀此时也在镇上开了个澡堂子。玉秀曾经因为嫌弃立福穷，嫁给了一个有钱的城里人，没想到丈夫过早地离开了人世，成了寡妇的玉秀回到老家，日子倒也过得风风火火，丝毫没有受到影响。立福不愿让玉秀看到自己潦倒的模样，急忙躲闪到一边，可玉秀已将一切看在眼里。立福犹豫了许久，直到夜里才鼓足勇气回到家。见到丈夫回来，柳月十分开心，紧紧拥抱立福。回到家的立福刮掉胡子，理完发，整个人年轻了好几岁。这天，村里的男孩顺子不见了，柳月热心肠要帮助老人寻找孙子。立福则表示，他回来的时候正好看到了喝醉的顺子，说着便带着柳月去寻找。立福一边背着喝醉酒的顺子，一边数落他的不是，顺子却口无遮拦。立福哥呀，立福哥，你可真傻！想嫂子的热被窝你不睡，你到城里站街边。自尊心受挫的立福一气之下将其扔在水里。顺子起来后继续挖苦立福，说立福衣锦还乡，腰缠万贯啊！被戳中痛处的立福又一拳下去，然后怒气冲冲离开。回到家的立福对顺子的话一直耿耿于怀，他确实在外面混不下去了才会回来。本以为回来后会成为柳月的依靠，可见到柳月把砖厂经营得有模有样，他实在找不到自己的存在感。我两手空空回来，就像矮了别人一截。人还得有钱呢。咱不缺钱花。现在砖厂办得好，从手工到机器，规模越来越大，收入也越来越高。等攒够了钱，就起新屋。那是你挣的钱，我矮了别人一截，也矮了你一截。他爸，我是个男子汉大丈夫，是一家之主。可现在，我怎么能够在这乡里再抬起头来？贴心的柳月为了向大家证明立福是赚钱回来的，于是自掏腰包购买了一台录音机，并且告诉众人是立福购买的。众人一看就知道立福肯定赚了大钱。前女友玉秀却一眼就看穿了柳月的心思，她把柳月拉到澡堂里，毫不避讳地拆穿了柳月。柳月大惊，随即告诉玉秀，这也是没有办法，谁让他是个大男子呢？玉秀表示那又怎样，只有赚钱的才是大爷，这个法子能装一时，总不能装一辈子吧。如果立福愿意，可以到澡堂帮他打下手。柳月把玉秀的提议告诉立福，立福当即拒绝，他认为玉秀这是想恶心他。柳月看出玉秀是真心的，如果立福实在没有去路，不妨考虑一番。可立福坚信自己总有一天会出头，他绝对不靠老婆过日子。这天，立福一个人在音像店闲逛，一群人正在围观看热闹。立福挤进人群一看，原来是台卡拉 OK 设备。立福在城里早就见怪不怪了，可乡下人却对这东西非常的感兴趣。立福似乎想到了赚钱的主意，他游走在大街上，正好路过玉秀的澡堂店。玉秀主动打招呼，立福则一副不屑的样子。对于玉秀当初抛弃自己，他还是耿耿于怀。玉秀希望他能放下恩怨，毕竟都过了这么多年了。他邀请立福进入自己的澡堂看看，立福犹豫一下，还是走了进去。看到彩电上正在播放着歌曲，立福瞬间有了一个主意，他决定开一个卡拉 OK 舞厅。这个女人十分的有商业头脑，为了带动全村致富，她提出办一个养牛场，结果直接遭到丈夫的嘲讽。立福瞧不起柳月的想法，办集体牛场终究是为他人做嫁衣。柳月本想让立福去接管的，可立福一口回绝：你别打我主意，我另有打算。他要自己干，做出一番事业，让其他人刮目相看。柳月没有办法，只能把养牛的活交给顺子去做，正好解决顺子家的生计问题。从此，顺子戒了酒，一心都放在牛身上。立福在这个时候也找到了场地，准备办一个卡拉 OK 舞厅，现在还差一笔启动资金，最终还是找了柳月借钱。此时，柳月已经把所有的钱拿去买牛了，手里头根本就没有闲钱。看到媳妇都不愿意支持自己，立福有些气愤。你总说支持我，可我真干事了，你又推这说那的，你这是存心让我在家里给你带孩子做饭呢？真没钱。算了，没有你，我一样办得成。立福赌气离开，兜兜转转来到澡堂，准备找玉秀求助。碍于面子，立福不好意思开口。玉秀眼力十足，一眼就看出了立福有心事，让他说出来听听。立福这才说出借钱的事。你能不能借点钱给我？想做买卖呀？啊不，我想办个舞厅。对呀，你这是个好主意。
玉秀为人十分爽快，直接借给了他6000块。在玉秀的帮助下，舞厅顺利开业，利福瞬间跻身企业家的行列，整个人神气起来。舞厅内挤满了年轻的男男女女，伴随着愉快的音乐，在舞池中央跳舞，就连妇女老少也来看热闹。玉秀也来到舞厅，给她送来祝福。利福看着玉秀的背影，顿时觉得这个女人也不是那么的不堪，除了有点嫌贫爱富以外，一种道不明说不清的情愫涌上心头。柳月因为要照顾孩子，没有去捧场，回来的利福提议让柳月不要开专场了，和他一起干算了。柳月没有说话，他用沉默拒绝了利福。事实证明，利福开舞厅是正确的决定。舞厅营业仅仅半个月，就连本带利赚了回来。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把钱还给玉秀，因为这不仅是钱的事，更关乎他的尊严。玉秀看到利福累了一天，主动邀请他洗个澡解解乏，可玉秀却趁着利福在洗澡的空档，悄悄地把门锁好，然后走进澡堂里。柳月在家门口等了许久，一直没有等到利福回来，最后索性关门睡觉。几天后，玉秀更是当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，朝柳月家里走去，却被家里的狗狗追着不放。幸好男孩赶紧叫回了狗狗，玉秀这才大摇大摆朝柳月家走去。利福见到玉秀很是心虚，生怕柳月发现他们的奸情，赶紧打发走儿子。玉秀进屋后，直接把2手搭在利福肩上。利福深感对不起柳月，当即要和玉秀撇开关系，玉秀却哈哈大笑，搬出了国外那套。男子汉大丈夫，一个老婆，一个情人，这在国外是很时髦的。哎呀，你怎么说的这么难听？这是乡下。乡下怎么了？那你这乡下人就该坐怀不乱呢，别讨便宜呀。吃完了鱼又说腥，吐得出来吗？玉秀不要名分也不要钱，利福只能接受这种不正当的关系。夜里柳月回来，却发现儿子坐在家门口睡着了。利福竟然将儿子锁在外面放任不管，自己则在舞厅和玉秀鬼混。柳月见儿子这样可怜，直接带着儿子来到舞厅，刚好看到玉秀也在这里。柳月心中困惑，询问利福玉秀是不是常来。利福心虚的结巴回道不常来，起身要给儿子拿点吃的。柳月却生气的离开了舞厅。男人像发了疯似的拼命敲打家里的狗狗，全然不顾躲在角落里的儿子。儿子看到好伙伴被打，眼泪吧嗒吧嗒掉落。没一会儿的功夫，狗狗就被利福给活生生打死了。回来的柳月正好看到这一幕，十分震惊又生气。儿子赶紧跑过去抱住他。柳月质问利福为什么要将狗打死。利福云淡风轻来了句他咬人。柳月不依不饶询问咬了谁，利福没有正面回答，儿子表示咬了玉秀。柳月将信将疑，这条狗陪伴他们母子多年，就这样被打死，让人伤心的将狗子埋了。利福看着妻儿伤心的样子，内心竟毫无波折。柳月识大体，懂礼仪，很快就拎着礼物来看望玉秀，不曾想正好遇见了利福。利福支支吾吾表示自己刚刚到这里，气氛极其尴尬。尤其当柳月提议让玉秀再找一个丈夫时，玉秀故意瞄了一旁的利福。利福心虚，赶紧提前离开这里。柳月对二人的事依旧不知情，可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。专场的老妈子们都知道了利福和玉秀的风流韵事，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，还替柳月抱不平。只有柳月蒙在鼓里，本来想隐瞒柳月，可实在不忍心看着柳月受委屈。好打抱不平的辣婶拉着柳月来到玉秀的家门口，一眼望去，正好看到利福和玉秀嬉笑打闹的场面，甚至2个人关上门，过起了二人世界。柳月瞬间瘫坐在地上，痛哭流涕。辣婶却把一半的过错归咎给柳月。说来，你也有错呀，柳月。咱做女人的，就应该把男人护着、拢着，还得看着，让他们吃有热饭菜，睡有热被窝。就像你这样整天工作，他对你的心就大了。柳月伤心了许久，也想了很多，甚至把责任归咎给自己。若不是自己不顾家，利福兴许就不会这样了。他找到村长，想要辞掉厂长的位置，回归家庭主妇。村长开导他，一个女人从家里走出来不容易呀，再当个头头脑脑的就更不容易了。你就是再走回去吧，走着男人、孩子、灶台，可利福的思想不变，你这个家能维持住吗？几句话指出了问题的关键。不管他怎么做，如果利福管不住自己的心，还是避免不了这样的事情。伤心欲绝之下，柳月来到玉秀的澡堂，破天荒在这里洗起了澡。玉秀则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，他看得出柳月定是知道了什么，但柳月没有直言，玉秀只能当作不知道。洗完澡的柳月将自己打扮得有模有样，目的是向玉秀展示自己的美貌。回到家又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，
丽芙见到自己媳妇如此的美丽，眼睛都直了，又看到丰盛的饭菜，以为今天是什么大日子。刘烨告诉她，今天是他们结婚7周年的日子，他要与丽芙共进这最后的晚餐。丽芙惊呆了，刘烨这2年苦苦经营砖厂，就是为了等丽芙回来好好过日子，但是没有想到一切都变了。刘烨把房子留给丽芙，自己住砖厂，不管丽芙怎么挽留，刘烨毅然离去。这时村里的大妈们觉得是玉秀拆散了刘烨一家，心生怨恨，不再光顾玉秀的澡堂子。玉秀的澡堂生意一落千丈。哎，巧珍，进来洗个澡吧。嫌你的水不干净，告诉你啊，以后我们永远都不会再来了。拉小，你走，嘿，他狐狸什么东西啊？澡堂子瞬间冷清了起来，就连老妈子也来痛骂玉秀：你拆散的是户好人家，你坏了蒋喜灿的香风，你说句新词儿吧，这叫道德败坏，缺德。没了刘烨的面子，丽芙在村里也被村民们排挤，没有人买她的账。丽芙索性破罐子破摔，找到玉秀要和她结婚，然后远走高飞。可玉秀却不愿意，因为她心底清楚，丽芙永远一副大男子主义，不过是想找个顺从她的妻子，就像刘烨那样的，自己不愿意顺从她，所以2个人从一开始就走不远。丽芙明白玉秀这是要和自己撇清关系，伤心回到家，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开。顺子刚好出现，邀请她一定要参加自己的婚礼。丽芙本想拒绝，但是为了看刘烨最后一眼，还是去了。在婚礼上，顺子为了感谢刘烨这个媒人，特意向刘烨敬酒，可刘烨一喝就醉，众人起哄让丽芙替刘烨喝。再见面的2人久久对视着，就这样，夫妻2人带着儿子和1条狗漫步在田野间。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不管过了多久，男人出格不是被原谅，就是被遗忘。反观女人，一旦做了出格的事，就会被扣上一辈子不忠的帽子，甚至成为人人喊打的对象。这结局也就以前能接受，现在不得被人喷死。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